晚上几点睡觉为好？不是9点，也不是11点。60岁以上的老人多留意。李阿姨今年62岁，身体一直还算不错。老伴儿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在前几年的时候去世了。现在李阿姨和女儿住在一起，她现在很注重养生，除了饮食之外，就很在意自己的睡眠，每天早早就睡了，然后第二天醒的也特别早。有一天，李阿姨的女儿说：“妈，我看你屋里每天9点就不亮灯了，你怎么睡那么早？真的能睡着吗？”当然能睡着了，而且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肯定得早点睡，对身体好，不然以后身体出问题了，对你们来说也是负担。妈，你可别那么想，虽然早睡是好事儿，但是你这平时睡得也太早了吧？不早了，我看网上说老人就应该早睡早起，其实关于睡觉这件事情，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早睡早起更好，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睡觉这方面更是要充足，而且睡眠质量要高。但是有一种说法，并不是说晚上9点或者是11点睡就是最好的，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睡得不好会带来的健康问题。睡眠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较大，很多人每天想要多睡几个时辰都很难，而且因为压力较大导致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容易影响睡眠质量。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心理上的焦虑，也有可能对睡眠产生影响。那么平时如果睡得不好，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第一，免疫力下降。免疫系统作为我们身体的重要防线，一旦受到伤害，那么就会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睡眠状态下，人的免疫系统也是在不断升级和修复的过程，在睡觉的时候也会产生褪黑色素。然而一旦睡眠不足，就会导致免疫系统被削弱，会造成白细胞的吞噬能力下降，以至于免疫系统没办法正常工作。这时细菌还有病毒以及癌细胞等等就会轻松的干扰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二，大脑受损。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低，对大脑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会造成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和海马体的体积减少。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大脑的功能性认知障碍，白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恍惚和精神健忘，以及精神没办法集中等状态。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在晚上长期熬夜，就会发现白天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而且记忆力也变差了，这就是大脑受到损伤的一种表现。第三，心血管问题。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的一大杀手就是心血管，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血管失去弹性，很容易出现阻塞的问题，这就会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以心脏疾病和脑部疾病为主。第四，衰老的速度加快。关于睡眠不足导致的衰老速度加快，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皮肤的状态。长期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受影响，会发现皮肤暗淡无光，而且皱纹也会变多，黑眼圈也会特别突出。这是因为人在睡眠的过程中会释放应激激素皮质醇，当过量就会导致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被分解，皮肤也就没办法保持弹性和光滑。第五，体重增加。睡眠不足是很容易会导致体重增加，其原理就是睡眠不足时，胃部细胞会产生刺激素，从而增加食欲。当人的睡眠时间有所缩短的时候，就会减少瘦素的分泌，从而导致饥饿激素分泌的水平有所提升。以上就是由于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低所造成的健康危害。据研究表明，我们的一生中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这足以见得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多么重要。而关于睡眠这方面，有一种说法是早睡早起，而关于到底什么是早睡，有人说是9点，也有人说是11点。那么到底晚上几点睡是好的，尤其是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二、晚上几点睡觉为好？李阿姨在女儿的追问之下，对晚上几点睡才是最好的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所以就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原来最佳的入睡时间居然不是越早越好。对此一直深信不疑的李阿姨其实还是有些不信的，所以也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有一条是关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教授所说的，
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最佳的就寝时间是在22点左右，并非是我们认为的越早越好，或者9点又或者是10点。在经过大量临床型研究之后，发现22点睡其实是最好的，可以为60岁之后的老人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在22点之后睡，睡眠质量可以有所提升，因为能够快速的进入深度睡眠，从而改善睡眠的质量。再者，能够预防慢性疾病，因为长期22点之后入睡可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最后一点就是对60岁之后的老人来说，如果在22点之后睡，那么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就可以让其免疫功能增加，这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来说是一大好处。所以还是建议60岁之后的老人不用每天8、9点睡，然后早晨起得特别早，可以选择在22点左右的时候就寝，然后快速的入睡，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在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李阿姨又开始调整自己的睡眠，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确实白天的精神状态更好了，而且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轻松了。在22点左右之后入睡，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睡得快了，睡眠质量也高了。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一种概念总是容易陷入到刻板印象中，就像睡觉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以来都提倡早睡早起，但是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身体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睡得过早反倒是睡眠的效率不高，睡眠质量也不高，以至于每天睡眠的时间很短，在第二天早晨醒得特别早，这样也是不好的。现在依旧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受到睡眠方面的困扰，甚至是一些年轻人每天习惯性的熬夜，也没办法快速入睡。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睡得更好，有效的提升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呢？3、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1、注重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对于睡眠时长的延长和睡眠质量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由于年龄、疾病等各种因素，睡眠想要变得好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再不注意改善一下睡眠的环境，那么睡的可能就会更不好。关于睡眠的环境，其实包括所选择的床垫要软硬适中。对于有颈椎问题的老人来说，更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同时注重调整一下室内的温度。在睡觉之前，尽量不要有太明亮的光去刺激自己，并且保持周围环境的安静。2、学会调节压力。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并非是生病了才睡得不好，很多时候是给自己太大的精神压力。一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家里的事情操心的特别多，这就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有时候也没办法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减轻精神压力，不要想太多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达到改善睡眠的目的。3、严重情况下可采取药物干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睡不好，确实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因为身体的机能退化，还有代谢比较慢。当睡眠问题呈现出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及时就医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可以根据医生的方案，采取药物干预的方法，进行睡眠方面的改善。而关于什么时候停药，也要跟医生商量好，并且在这期间要注意密切观察。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的时候，应该及时跟医生沟通。4、适量的户外运动。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要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其实无论到哪个年龄段，在一周之中都应该有一定量的运动。运动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加快血液循环和代谢速度，身体更好了，在睡眠这方面也会好很多。但是要注意，最好不要选择在傍晚或者是睡觉之前选择特别激烈的运动，防止出现神经兴奋过度，反倒是睡不着了。总结，睡眠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关于睡觉到底几点睡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每天肯定是睡得越早越好，但是这是大众的一个误区，尤其是对一些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每天22点左右睡才是最为合适的，对身体有好处，而且能够更快的入睡，提高睡眠质量，属于有效睡觉。当然在睡眠这方面要进入一个自然状态，而不是每天强迫自己睡觉，那样的话睡得反倒不好。
平时也可以通过改善个人的睡眠环境，还有睡眠习惯等来提升睡眠质量。